哎，AI 时代来了，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心里有点毛毛的，有点焦虑啊？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拆解一份专门为你设计的行动指南，教你怎么把这份焦虑变成你前进的动力，透过投资你自己来达到个人成长跟财富的双重升级。我马上就开始啦！人工智慧到底会不会取代你？这大概是现在大家心里头最大的一个问号，对吧？老实说，AI 的进步速度真的快到吓人。但与其每天害怕，不如我们换个角度，把它当成一个可以放大我们能力的超强杠杆。今天的内容就是要教你怎么握好这个杠杆，让它为你所用。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有个观念一定要先建立起来，而且要牢牢记住哦，那就是你身上最值钱的资产，不是你的房子，也不是你的车子，而是你赚钱的能力。这个能力才是让你不管在哪个时代都能站得很稳的真正根本。OK，那既然焦虑是免不了的，我们该怎么办？重点就在于，我们需要换一颗脑袋，用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来看待这件事。这不是要你跟 AI 硬碰硬哦，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你经营自己的这套方法。这个新思维是什么呢？其实很酷，就是请你从今天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一家公司，一家叫做你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也就是 CEO。那这家公司的核心产品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的赚钱能力。当你开始用经营公司的角度来管理自己的人生，你会发现很多决定都瞬间变得超级清楚。好，既然我们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那公司最重要的就是资产，对吧？所以我们得来盘点一下，你手上的这些技能资产到底是在增值还是正在贬值？搞懂这两者的差别，是我们制定成长策略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贬值资产。你想想看，这就像一台老车，如果你不保养它，它的价值是不是只会一直掉？没错，在 AI 时代，那些重复性很高、不太需要复杂思考的技能，像是做一些基本的资料输入啊，或是一些很简单的翻译工作，都算是这一类。如果你停在原地不学习，这些技能的价值很快就被 AI 给稀释掉了。那反过来呢，就是增值资产，这个就很像我们身上的肌肉，你越练它就越强壮，价值是越来越高的。而且你会发现哦，这些能力正好就是 AI 最难取代的东西。比方说，你懂得怎么去驾驭 AI 的能力，复杂的人际沟通和同理心，还有最重要的做出关键决策的能力。我们来直接比较一下，这样你看得会更清楚。左边的贬值能力通常就是高重复、简单决策、劳力密集的，而右边的增值能力呢，就需要跨领域的整合、高度的同理心，还有处理复杂问题的决策力。所以我们的任务就很清楚了嘛，就是想办法把时间跟精力从左边那栏慢慢的有策略的移到右边这一栏。OK， 方向抓到了，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一些实际的工具啦。这就像一个战略工具包，里面有3个超核心的成长原则，可以帮助你做最聪明的个人投资，让你的每一分努力都花在刀口上。第一个，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大名鼎鼎的2-8法则。简单说，就是你20%的关键努力会带来80%的惊人成果。你想想，在学 AI 这条路上，工具多到眼花缭乱，你真的需要每个都学会吗？当然不用，你只要找到那关键的20%，也就是能让你的工作效率直接翻倍的那个工具或技巧就够了。那要怎么用呢？很简单，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在你这个行业里最顶尖的那20%的人，他们都在用什么 AI 工具，他们都在学什么核心技能。然后啊，我们要采取的就是一种狙击手的策略，不要像机关枪一样乱扫，锁定一个就一个，你觉得对你未来价值最大的单一技能，然后每天就专心练习它。好，第二个原则叫做3%原则。
你想想看哦，那些世界上最顶尖的公司，他们都会把至少3%的营收拿去做研发 R&D。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不投资未来就是等着被淘汰。那我们自己这家你公司是不是也该这么做？没错，就是把你每年收入的3%投资回你自己的大脑跟技能升级上。那这笔钱可以花在哪？这里有几个很棒的建议。像是把 AI 服务升级到付费版，你会发现它的功能跟效率真的跟免费版是不同等级的。或者去买书、买线上课程，有系统的建立你的知识库。也可以去参加一些研讨会，直接跟领域专家学习。最后，一定要记得，花在这些东西上面的钱，它不是消费，不是花掉了就没了，它是投资，是投到你这个公司最核心的资产上。好，再来是第3个，我觉得也是这3个原则里面最神奇、最强大的一个，叫做1100%公式。你可能会想说，1100%有没有这么夸张？有，这背后就是复利的魔力，也就是每天一点点、一点点的持续进步，长时间累积下来，会产生爆炸性的改变。你看这张图就超级清楚了。如果你每天只要求自己进步0.1%，就这么一点点，是不是听起来超没压力？可是你看，1个礼拜、1个月过去，1年之后，你就进步了26%。更可怕的是，10年后，你的能力会成长超过10倍。哇，这就是复利最吓人的地方，也是最迷人的地方。OK， 我们现在有了战略，有了工具。但如果没有一个执行的系统，那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安装一套作业系统，透过7个简单的日常习惯，让前面讲的那些成长可以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发生。这7个习惯会变成你每天进化的基础。不过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挑其中2个，我觉得最容易上手，而且效果最惊人的来深入聊聊。那就是黄金1小时和移动大学。先来讲黄金1小时，它的规则很简单，每天早上在你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先花1个小时来喂养你的大脑，读一些跟你专业领域相关的书或文章。重点是这段时间不能滑手机，不能看新闻。你可能想说有差吗？差多咯。你想想，在一天的开始，当你的大脑最清醒、最不受干扰的时候，你喂给它的是最高品质的养分。光是坚持这个习惯，1年下来，你跟别人的差距就会大到难以想象。另一个超级好用的习惯叫做移动大学。顾名思义，就是把你的通勤时间变成你的学习时间。不管你是开车还是搭捷运，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听一些有深度的有声书或 podcast。我跟你说，算一算你会吓一跳。一般上班族1年通勤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等于你在大学里修1到2个学期的课。天哪，这么宝贵的时间，你舍得拿来发呆滑手机吗？当然不行啊。好，聊了这么多，从心态、战略到日常习惯，其实所有东西都指向一个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结论。我觉得有个比喻说的真的太好了。你每学会一个新技能，就像是你往上爬了一格梯子。重点是你站上去之后，就站稳了，你不会再滑下来。你的成长是只会往上叠加，不会归零的。这不是很棒吗？所以啊，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真的非常鼓舞人心。没有人比你更聪明，也没有人比你更好。那些成功的人，只是比你早一点开始行动而已。所以关键真的不在于天赋，而在于你什么时候愿意开始。好，所以今天聊到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自己，请你静下来，认真的想一想，10年后的那个你，会不会回过头来感谢今天你为自己做出了这个开始行动的决定？我想你的答案就会决定你的未来。